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画灵。画灵是个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善灵，它的特点就在于能力给的特别快。画灵在战斗开始就会直接为我方全体提升最终增伤 50%， 并对敌方全体施加1层3彩，持续2回合。其他善灵和最终增减伤有关的技能，多是放在满级后的天元效果里，又或者是需要慢慢叠加才能达到满级的效果。画灵则是什么都不用做，一开始就直接给全队加满最终增伤提升，非常的爽快。画灵开场对敌方施加的3彩，会使敌方受到的真实伤害和异常伤害都会额外增加 45%， 并使敌方造成的破甲伤害降低 45%。不晓得灼烧这种既是异常伤害又是真实伤害的效果会不会叠加？至于降低破甲伤害的能力，则是用来打击 SP 关羽和风伯的。从这里就可以看到画灵给的属性都是十分前卫的，不像其他的善灵，一开始给的都是最终攻击和最终防御之类的基础属性。而且最难能可贵的还是，这些属性也一样是在战斗开始就直接给满的，完全不拖泥带水。当然，画灵需要慢慢叠的效果也不是没有的，只要我方每累计对拥有3彩状态的敌方造成3次异常伤害，就能使我方全体获得生命上限 50% 的护盾，每回合最多触发2次。若是在前3回合触发了这个加盾的效果，每次触发还会额外提升全队 2% 最大生命，最多提升 8%。提升最大生命的效果用处不大，因为提升的幅度太小了，顶多也只是让护盾值多了那么一点。不过画灵的护盾量给的也是相当的足，最大生命 50% 的护盾量，刚好就是 SP 曹人对普通护盾量限制的上限。带了画灵就相等于是自带了安居乐业这个战斗技能。异常伤害就是类似灼烧、中毒这种挂在敌方身上被动触发的伤害，3次异常伤害就能让我方全队拥有护盾，这个效果其实也来得很快。假设敌方身上全都带有灼烧状态，那么只要前排行动后，我方就能拥有1次护盾，后排行动后，我方又能再拥有1次护盾，刚好可以完成每回合触发2次的上限。当然，这样的效果也只有火烧队才能做到，其他队伍只能透过弱点突袭和神兵来添加灼烧，触发异常加盾的速度不会像火烧队那么快。实际上火烧队只要1个引爆就可以触发异常加盾，根本不需要等到敌方前排全部行动，就能直接叠满最大生命 100% 的护盾。不过若是遇到了 SP 曹人的盾队，这个护盾就会被浪费掉了。看到这里就会发现，其实最适合使用画灵的队伍就是火烧队。无论是异常加盾，还是前面的真伤、异常伤害提升，这些全都是对火烧队有利的。画灵的天元效果会使3彩的回合数从原来的只有2回合，变成可持续至4回合才结束。这代表真实伤害提升、异常伤害提升、异常伤害加盾和破甲伤害降低这些效果全都可以持续4个回合。若要比技能效果的持久度，画灵的4回合胜过雀灵的2回合，但弱于花灵。因为花灵的效果是永久的，更适合长回合作战的队伍。不过事实是，现在的战斗已经很少超过4回合的了，所以画灵的效果绝对是够用的。天元效果也会在战斗开始时，会使我方攻击力最高的武将获得画皮。画皮会使拥有者在前2回合中受到致命伤害时，免除1次死亡，并且满血复活1次。这个免死能不能挡斩杀，我并不清楚，但现在斩杀已经有不灭可以挡，已经很难构成威胁了。所以画皮能使我方最高攻有2条命的效果是很好用的，特别是需要站前排的最高攻，这是很好的保障效果。天元的第2个效果会在第2回合才开始生效，我方所有武将都会获得最终攻击力提升。拥有画皮的武将会获得自身最终防御 200% 的最终攻击力提升，其他武将则会获得自身最终防御 100% 的提升。
化灵的逻辑刚好和其他善灵相反，它将最终攻击提升的效果放在了天元之上。不过，对于火烧队这种靠攻击力来打真伤的队伍来说，攻击力加成反而是最重要的。这也是为何官方要反向操作，将这项基础属性放到了满级才能获得的天元效果里。目前我们还无法看到武将身上的最终防御有多少，所以也不晓得实际能提升多少最终攻击力。但这最终防御1倍、2倍的属性提升，想来也不会太少，特别是对老区而言。通常这种只集中一个方向去提升的，一定会比两边都提升得多。所以化灵对最终攻击力的提升，绝对是目前所有的善灵中最高的。接下来先给化灵的能力做个小结，化灵的能力更多是集中在增伤和真实伤害上的。它能为我方提升的属性只有最终攻击力和最终增伤，完全没有防御端上的属性提升，这点是和猫灵完全相反的。而且化灵的增伤效果也只针对了真实伤害和异常伤害，这个也不是每个队伍都适合使用的。不过化灵在防御端上的能力就比较通用了，加盾、降低破甲伤害和使最高攻满血复活一次，这些都是每个队伍都能使用的。火烧是最适合使用化灵的，所以建议火烧队必抽。虽然下一个善灵炎灵也和火烧有关，但现在的善灵基本上都是对着版本去设计的，只要你想跟着版本队伍走，就必须每个都抽，出什么都没有区别。只有中小氪需要跳版本玩的玩家才需要跳着抽善灵。火烧队如果只能2选1，我还是会比较推荐化灵的。无关强度，只是因为它能用得更久，早买早享受。台服的化灵是比陆服更早2个版本登场的，因为官方为了将火烧提前，而直接把盾队的版本给砍掉了，听说命魂的顺序也会跳。这些都变相的造成了化灵寿命的延长，再加上化灵直到现在都还是陆服魔窟的常客，所以是非常推荐抽取的。盾队虽然 SP 曹仁、命魂曹操也有真伤，但比例不够高，所以目前还是以猫灵为主。盾队要等到命魂孙权和命魂夏侯惇登场后，使用真伤的比例更高后，才会开始使用化灵。女团使用化灵的时间则更迟，要等到 SP 蔡文姬登场后才会有真伤，目前还是使用花灵就好。最后是蜀国队也没有真伤，所以不会使用化灵。女团玩家如果花灵缺很多的，可以优先抽花灵；如果只缺一点，可以直接抽化灵，然后碎片选花灵，剩下的就等活动补。至于盾队吗？等活动结束，我的 SP 曹仁无火时，第2天火蛇就出来了。化灵的提前先抬了火烧一把，再加上火蛇对盾队的削弱，盾队实际的寿命可能连1天都没有。所以还是推荐直接抽化灵，然后碎片也不选猫灵了，改选魔窟还能用的，比如花灵、雀灵和狼灵，这些都满了才去选还没有满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